赵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，见律师是要提前预约。撒手！赵先生，你这样我要叫保安了。别拽！小孙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啊，没事。别拽他呢。陈律师，甭管您多忙，我这案子非您接不可。哎呀，赵先生，你也真是有点奇怪，不就一重婚罪吗？最多也就判你2年，你委托谁都一样。我又这么贵，您何苦呢？别介呀，我知道您厉害呀，我还看出来了，那俩女律师跟您关系不薄，对不对？这案子就得是您，不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！我这汪水有点浅了呀，是不是？来来，进来进来，赵先生。哎，确定让我代理你吗？啊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刚刚不提过了吗？6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陈律师啊，我要是有钱，别说60万，600万我都出。可是我这情况您知道啊，我现在还是失信人员呢。哎，您别给我来这套。您这种人欠着人的钱，未必自己没钱。再说了嘛，这60万也不用你付吧？谁付？你想啊，这如果是焦女士呢，她不告你，那这委托费就不用出了，你就省了这钱。如果焦女士告你，你因为重婚罪坐了牢，那你也不至于说财产1分分不到嘛。哪怕1.9开，它也不止60万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用不用我代理你？用的话，咱不等焦女士这钱了，咱现在就把钱给我转过来，转过来我立马去跟他们重新谈判，争取让他们不告你。就算告你的话，我争取从轻。如果能取得谅解的话，跟你说，牢狱之灾都省。陈律师，我就给你5个数，如果你不签的话，对不起，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这案子我不接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签。哎呀哎呀，签，我签。签。哟，陈无良来了。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第一次来你们所吗？为了表达诚意，专门选了一花篮。你当人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呦，赵先生您好，啊，这来。哎，不是您这放门口就行，谢谢您了。这不光有花篮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还有锦旗呢，我来给你看看。来，陈叔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成天没点正形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没正形？咱俩上次打配合，把这何巧慧的案子赢得那么漂亮，咱不得给自己颁个锦旗，表扬一下咱俩表现好啊？那我说咱俩是史密斯夫妇，你说我没有 Peter 帅，那我就选邦尼克莱。挂办公室吧，好吧？不，放回去吧。要不咱们聊正事儿吧？乔女士不还没到呢吗？啊，这样，赵先生您先坐，那个邱律师去接赵律师了，马上就到。紧张，没事，您可以适度的转转椅子解压。不是他喜欢转椅子。赵律师这边请。哎，哦，来了。焦女士，燕玲，我错了，要不咱们再谈谈，你千万别告我呀。罗律师，我时间有限，咱们速战速决。好，您坐。陈律师，是这样啊，我觉得今天啊，可能也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，因为我方当事人呢现在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。哦，别，和为贵嘛。而且，赵伟先生已经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是吧，赵先生哈啊。燕玲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我不配做你的丈夫，也不配做孩子的父亲。我现在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想求你放我一马，毕竟咱们做过夫妻，毕竟我还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要是进去了，孩子脸上也不好看，不是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燕玲，我错了，我求你，你放我一马吧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不能坐牢啊，那边孩子还小。那个女人又不顶事儿，我在外边欠了一屁股债。你起来，坐下，咱俩好好谈谈。你要说什么你就说，要打要骂都可以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你别跪着，站起来。
坐下。你像个男人一样，跟我好好聊聊。赵薇，你知道我条件不好，腿有残疾，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喜欢我，所以我特别自卑、懦弱。别人对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善意，我都会加倍的珍惜。直到遇到了你，虽然咱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长，但是你给了我关爱、温暖。你让我懂得生活可以换种活法。这么多年，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但是我一直怀念着你给我的那段美好的日子。我也怀念。18年，赵薇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你活着的。我想，我只要够努力，创下一份家业，等你回来，把这一切再交到你手里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，我不是为你活着，我不是为别人活着，我是为我自己活着。活着活着我就强大了。你也很强大。你别说话了，行吗？你听懂了吗？啊，懂。其实啊，我本来不想做的这么绝情。我想给你、给我、给孩子留一份体面，但是你一点一点把所有的一切撕得粉碎。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算账的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我要谢谢你，曾经给了我一个那么温暖的家，给了我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。我也要谢谢你，让我变得如此的强大。为此我会付出我该付出的，但是你要去面对你该面对的。赵薇，你得长大。罗律师，哎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我们送你。再见，张律师。燕，张女士，您刚才说那段话真棒。我们现在呢，还是想再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您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以不告他重婚为筹码，逼他放弃财产分割的要求，让他净身出户。这第2个选择呢，就是告他重婚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是您的财产也会被他分走一部分。第2种，陈律师，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看看你把这么好一个女人给逼成什么样了！她刚刚走的那么坚决，你也看着了，她肯定要告你重婚罪的呀。告他重婚？对的，该分的分给他，那都是我以前赚的，以后我照样可以赚回来，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。明白。那咱们接下来呢，就把精力全都放在刑事部分上。至于前景呢，我给你交代过了，法律后果你肯定是逃不了的。你现在就好好表现，让他可以原谅你，这样没准能轻判一些。好，我都听您的。谢谢你们2位。应该做的，来。这女人要是自信起来，气场全开，但是这陈无良啊，又让她赚了一笔。你说怎么她到哪都能吸出水来呢？回来了，罗律师。我刚才看到焦女士走的特别坚决，赵先生你也看到了，哐当不就跪到那儿，真的是诚心诚意的道歉。所以，咱帮着争取个机会见一面呗，聊一聊好不好？您确实是也看到了，这还怎么谈呀？这只能是法庭上见了。
罗律师，我求您了，哎呦，要不你帮我求求情吧？赵先生，你也别为难罗律师了啊！你想说什么、表达什么，我都清楚。这个后边事儿我跟罗律师聊，您就回去等我消息，好吧？哎，好，放心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把门带上啊，谢谢。哎，说吧，你想提单跟我聊什么？恭喜你又赢了我一次啊！也恭喜你又挣了一笔昧心钱。什么钱不是钱呢？不过你放心啊，就这赵伟18年来没有履行过任何抚养义务，我们会把他打得净身出户的，而你想要的钱也拿不到。你放心，这60万代理费啊，60万已经都交齐了。最后一句啊，再说一下，替我转告一下这个焦女士，我方愿意接受少分割财产，但是你们这边能不能帮着签个谅解书？1/3、1/4，把债还了，行不行？不是陈说闹着玩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替当事人做决定，我试着帮你去跟焦女士传达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还有，你把那小破玩意儿带走。都开豪车的人就送我一小破锦旗，逗小孩呢。这也是吃过见过的好吗？这跟吃过见过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情趣，真是。哎，还是很抗拒。行。你说的，这是所里看我成天瞎忙挣不着钱，你吃肉，让我来喝点汤。真的会说。来，那咱们说正事啊。这个诉讼成本，这个审计费、诉讼费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就是一半一半。你主打，那诉讼这一块归你，那审计这块我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审计费便宜啊？不是，韩律师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审计费它可不便宜。你找一个像样的会计师事务所，把这10来年的账彻底捋一遍，那得花50、60万，加上其他成本全算下来，那将近是130、40万，不少钱。不管是多少钱，都是我来。我感觉有坑呢。有一家会计事务所的欠我的律师费没给。不还有人能欠您韩律师律师费？这咱俩这有一段没打对头了，是你坑人能力下降了吗？这哪个律师没有被当事人坑过呀？几十万，拖了我1年多，硬是不给，所以我这次把审计的活我交给他们，就抵这律师费，他们肯定愿意。哪家会计师事务所啊？方中。这京北这好的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我都知道，方中我没听说过呀。小所，成立没2年。成立没2年，欠你几十万。不是，那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还是厉害，哥。别，那个兄弟，你就当帮老哥哥忙好不好？就能定。哎，谢谢，不客气。那咱们这个成本这一块咱们就平摊了，好吧？那你看代理费咱们是不是绝对不能平分？你也别怪弟弟我啊，刚刚在会上你不是听到了吗？这案子啊，是我个人的，您呢只是来辅助我，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，你要同意的话，那就3期，我期，你呢？没法聊了，哥，聊了不聊了，你这没意思。不，开玩笑，我3，你7。没开玩笑的，成交啊，好吧。你看这个不知不觉间，3只2只伟大的手又握在了一起。我们可以是4只，更伟大。来了，魏总，预约您的客人到了。好。魏成先生您好。我叫罗英子，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梅大良先生是我司考时的老师。坐。罗律师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您那个案子。谁让你来的？梅先生吗？不是，他不知道。梅先生是我的老师，
我知道她和她的丈夫因为当年那个案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她丈夫也因此而丧命了。不过梅先生一直坚信，当年的事情不是强奸，而是双方的交易，而您又是当事人。罗律师，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魏先生，我知道您现在在您父亲的公司发展的挺好的，但毕竟如果当年的案子翻不过来，您就是有案底的人。可是如果我们能把事实的真相查清楚，对您来说也是。罗律师，我不想查事情的真相。我10点半还有个会，您先走吧。魏先生，您能不能替梅先生和他死去的丈夫也想一想？毕竟他们俩也是因为当年您的案子才出的事儿。如果你真是为了当年的案子来的，你该问的人不是我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一无所知。魏先生，希望您再多考虑考虑。如果您考虑清楚了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谢谢。进。您好，我是33号美容师，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。女士，您还没换衣服吗？您好，请问您是杨翠丽女士吗？您是？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叫罗英子。杨女士，咱们可以聊一聊吗？聊什么？我想和您聊聊当年您和魏成的案子。您当年主动找了梅先生，说不是强奸是交易，可是为什么后来在法庭上却改了口呢？是梅律师让你来的吧？哦，您别误会，这件事和他没关系，他没有让我来找您，而是我想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。我觉得是有人要陷害梅先生。杨女士，现在就咱们2个人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您告诉我的任何事情，只要没有经过您的同意，我不会用在任何场所。没啥真相，真相就是我在法庭上说的。可我了解梅先生，他是不会教唆您去做假证的。从您当年向检方出具的证言，到后来在法庭上改了口，我认为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是不是有人跟您说过什么话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梅先生因为这件事情丢了律师资格，而她的丈夫也因为这件事儿丢了性命。对不起，我换个人来给你服务。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现在有老公孩子，你要是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杨，喂，梅先生。英子，你怎么还在调查那件事情啊？是，我就一直没放弃，只不过前段时间太忙了，我就没顾上。是魏成告诉您的吧？你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。梅先生。进。梅先生。哎呀，你看，我给您带来了小礼物啊。站这儿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？魏成案我不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？梅先生，我特别不理解，您是不是认准了梁成锁和这案子确实有关系？
那如果事情真像您想的那样，那就更应该查清楚了，这样您和于先生的冤枉才能够辩白啊。这个案子都已经过去快10年了，当事人都已经过上了自己的生活，你没有必要再去打扰他们。如果你想不明白，那就不查了，你必须住手。魏先生，我呢，可能是这方式用错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去找当事人了，好吗？我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方法，再去调查调查。新律所站稳脚跟了，不简单。嗨，什么简不简单呀？我现在呀，顶多就算是个勉强糊口而已。我没打算向你借钱。哟，韦先生，你都会开玩笑啦？我给你介绍一个案子，怎么样？那赶恰好啊。那不过我话说头了啊，人家罗律师现在也是有身价的人了，够聪明，就是人一得意，容易忘形。我给你介绍这个案子，超过你的身价。哎呦，万和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控股集团，业务涉及消费品制造、房地产、基础建设等领域。去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，引发了资金链的断裂，公司资不抵债，欠下了大笔的银行贷款，不得不走上向法院申请破产的道路。万和，原来那套房子就是万和的。那当年这开始售卖的时候还给摇号呢，这才几年呀？哎呦，这想想也好几年了。哎呀，现在这是房子和人都没溜。哎，梅先生，这我看这上面写着什么破产管理人，您不会是想让我们所去当破产管理人吧？那这确实比我身价高，这可是一肥活。能啊你！你们律所刚成立，有破产管理人资质吗？能接这么大的案子吗？那就不能让我做梦了啊！管理人团队要经法院公开竞争选任。现在有个律所想参加，有管理人资质，但是一个小所，需要合作者。找到我，我想介绍你们所。您这是想让我们给人打工去？哎，我不干，宁当鸡头不如做凤尾。那就算了，我就回了人家许卓。哟，林先生，他不会是那个给弱势群体打官司那律师吧？是他，他的卓越所要参加破产管理人的招标，需要一个合作者。找到我，我向他介绍了你。那我知道了。您不是原来还让他来讲过课吗？哎，不过他不是一公益律师吗？怎么这种案他也接呀？公益律师也得吃饭呐。许卓是公益律师出身，但是最近呢，他也调整了律所的经营方向。这些年呢，也做一些投资并购、IPO 的业务，也是干出了一些名气。看出来能挺欣赏他的。梅先生，他不是蹲过2次监狱吧？2次看守所，2次上法庭都判无罪。他在看守所里啊，构思了2本法学专著。哎，怎么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？我能对人家有什么看法呀？我这么一小破所。哎呀，在机会面前，他看法不值得一提。哎，我这辈子啊，带了不少弟子和学生，最让我欣赏的，方力宏算是一个，许卓算一个。没第3个啦，我呢？你还没登堂入室呢。这次啊，如果你跟许卓联手，我相信未来可期。这是他的名片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就去找他。行，那我就去会会他。
看看这个许卓到底有什么该死的秘密。各位工友，集团向各位保证，最迟这个月底先给大家发1个月工资，让大家救救急，好不好？欠了好几个月了，就给1个月的呀？1个月的工资够花吗？大伙别听他的，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，到现在1分钱没拿着。他们说了也不算，孙明山呢，任孙明山出来说话。对。来，进来。孙总，咱们请的律师到了。哎呦，快请，快请，快请！哎呦，您是？我是韩志东。哎呦，韩志东，陈硕，哎，陈律师您好。哎，您好，小芳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哎，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去倒水。来，坐。您先坐。这刚才进门的时候，你们都看见了。看见了，这孙总太不容易了。哎呦，何止是不容易呀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欠我们几千万块钱，吃完了一抹嘴不认了，这不是逼我们吗？二位，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把这笔钱要回来，那就是我孙明山，还有我明山集团所有职工的救命恩人、再生父母啊！听到了吗？责任重大，非常重大。孙总，哎，您的心情我们理解，那咱们就开始工作吧。好，找个地方，我们和你们的相关人员好好谈谈。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。行。哎，孙总，这些材料，我们来之前都已经详细的看过复印件了。是，我们觉得这个起诉的证据还是很充分的。所以我们这次来呢，一是想谈一谈双方的这个合同，二是想在签合同之前还有几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。哦，那您说。好。那个小陈，你来说。好，我来。孙总啊，这据我们了解啊，这明山集团和明海集团在京南市是举足轻重的，但是你们这2家的矛盾呢由来已久，那你们之前就没有进行过谈判或者是调解吗？哎呦，怎么没谈判呢？干企业的，能谈判谁想打官司啊？当我们发现他们有不还款的企图之后，我们首先找对方谈判，可是都不管用啊！一开始嘛，让他们还款，他们不干。后来我们想，要不然就减免一些债务，让他们少还一点。可是他们一开口呢，就要减免1半啊！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啊，所以这事儿呢就这么僵持下来了。后来我们又想，就是拿回1半来，它也是好事啊。可他们仍然不干，我们是被逼无奈才选择了诉讼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打官司，对方呢就开始耍起了无赖，威胁再也不接受协商谈判了。现在不接受，到时候未必不接受。韩律师啊，今天我当着你们几位的面，代表我们明山集团跟你们表个态。如果对这个谈判还抱有任何幻想，我们就不走诉讼这条道路。之所以选择了诉讼，就是做好了跟他们撕破脸的准备。您放心，我们保证不会再接受任何法律条文之外的谈判和协商。那这条是可以列到合同里的可以。合同里面。还有一点明海集团的老总呢是您的哥哥。据您了解呢，明海集团除了高炉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资产吗？毕竟就算我们赢了官司，如果对方没有可以执行的资产的话，咱不能拆人高炉吧？是不是？不过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。我哥去世2年了，这2年当中，他们对明海是大动干戈呀，又拆又建的。我哥打下那点江山，让他们折腾的也差不多了。不过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对。我哥在的时候呢，当然了，后期明海这个效益不是太好，但是要论家底儿，毕竟比我们厚，也就是欠了几千万，只要他们想还，一定能还上。
还有孙总啊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咱们这边集团提出的是未来的律师抽成比例是9%，对吧？那么鉴于现在咱们集团的实际的这财政情况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可以调低1个点，降到8%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先别忙着说太好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需要加一个违约条款。哦，什么条款啊？就是在我们这个代理协议签订之后，未经我，也就是陈硕律师的书面确认，咱们明山集团不可以与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谈判或是和解。如果违约的话，那就视乎于我们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的履约完成了，你们要支付全部的律师费。那么在明海集团向你们支付款项之后，你们要立即支付给我们，是立即。您放心，我们呢让他们害苦了，绝对不会跟他们和解。就等您这句话。那就加进去了啊，这几项啊。哎呀。什么叫后生可畏？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，跟这帮人打交道，那浑身都得长满心眼儿。你还真是谦虚，韩律师，你不就浑身长满心眼儿了吗？老了，这老胳膊老腿啊，动不了了，这跑跑颠颠的事儿是干不了了，交给你们好不好？我就负责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背地里把咱们全卖了。行，咱就这么定了啊。你反正只管盯着最重要的一条啊，咱就肯定是有救了。哎，还有韩律啊，那个就关于请这会计师事务所这事儿呢，我又想了一下啊，咱们跟明海这么大集团，他们那么有背景，跟他打官司，咱得谨慎的，对吧？我呢就了解了一下，你说那是方中对不对？方中，哎，他有不良记录啊，这不能用他。有不良记录怕什么呀？不行。只要他们出具的报告法院采信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，案子这么大，这不能有一点马虎，换一下好吧？那不行，那请大所得出大价钱，我不像你，我没那么多钱。我一想你就这么说，你放心吧，这笔审计费呢我出了，这边我承担。那咱们的分成还是3期，好吧，不变。曲，哎呀。你都这样了，我也不能掉链子。不行，咱们把这分成改了，啊，你8我2，28，好不好？哦呦，这哪是我认识的韩律师啊，这么讲究啊？只是觉得我有点二是吧？不，讲究，太讲究了这。哎呀，其实我特别羡慕你，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哪儿啊？我这还得去抵押一套房子呢，还财富自由啊？我不富有，真的，韩律师。我就是年轻吧，有点虎，敢赌。年轻就是资本，你像我就不敢赌。哎，对了，叔，刚才我做了全程录音，将来不怕他们撕毁合同。哟，这孩子行啊，他可是咱们所里最不想当律师的。这才跟了你几天啊，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啊。韩律师过奖了，小条也不错，韩律师啊。陈先生。那个卧室我们想量一下拍一下，可以，请便。啊，行，进去之后左手边啊，没事。好嘞，没事。跟老王约的晚上，你来的还真够早的啊！我没开车，你不是开车吗？我坐地铁来的，要不2辆车多浪费。哎呀，哥，真的，我嫂子找你啊，真的太幸福了，又守妇道，又会持家，是不是？哎，好。哎，完事儿了吗？他们？啊，嗨。这又测量又拍照的，在那忙半天了。你说我家平时也不来人，这突然哎烦。这不都自找的吗？我就跟你说过，罗英子那套法拍房也不住，你把那个做抵押多好，你不，你非得抵押你这套，这怎么想的你？我吧，还真是去了2趟。我站在屋里边，我就想，要不你就下个决心就给他咔嚓了。反正，哎呀，最后没舍得。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砸在手里边了？你肯定砸人家手里了。我有一事儿想问你啊，说，你说你要有一天搬进那套房子里边，哪都是刘明用过的、待过的，你说你膈不膈应？你膈不膈应啊？嫌你会问这问题啊？我问你，哎，你难不难受？你什么感觉？
我膈应，我也膈应啊！我男人，我很正常啊！我就跟他做什么，我心里边都不开心。是啊。哎呀，所以说这罗英子是不是给我下什么降头了？我觉得也像。但是吧，我就觉得现在有时候想到他，就惦记他，心里边挺幸福。挺好，真的，起码你不像以前那么没心没肺了，真挺好。弟弟，我成长了啊，成长。好，我也觉得我挺好。啊，还有那个周大民的案子代理费，我转了一半到你账户上去查一下。干嘛一半啊？不是说好37吗？你给我55，我收还是不收啊？哥，你能不加吗？啊，这钱就白捡的，赶快查着收了吧啊！行吧，我收去。中。辩护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。同时，我提醒法庭注意的是，被告人是一名先天聋哑人，1年级辍学，严重缺乏法律常识，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，不排除存在被告人沟通失误而导致本意无法正确传达出来的可能性。综上，我们认为本案无法达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询问证人。同意。证人崔建国，案发当晚你行至仁爱巷中段，突然从后面跑来3个男孩。这3人在闹市区实施盗窃，被巡逻的警察追捕，跑在最前面的男孩把你撞倒了。这时候恰巧被告人赵良在你身后行走，他看到你摔倒，想把你扶起来，你却抓住他不放，并指认他为撞倒你的嫌犯，对吗？不对，就是他撞的我。如果他是嫌犯，他为什么要冒着被警察抓捕的风险来扶你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要不是他撞的我，他干嘛扶我呀？对，就是他撞的我爸。请保持肃静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出示一份警方记录仪的视频。可以。案发当晚，警方先是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，等赶到仁爱巷的时候，记录仪的视频只拍到了这个画面。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，巷子很黑，一个有健康视力的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，更何况一个老年人。我能看清，我认得他的衣服，他穿的是连帽外套，还戴个帽子。请放第2段视频。这是出警记录仪记录到当晚警方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的视频。这是案发当天赵良被捕的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中一个正在逃跑的嫌疑人，他和赵良一样穿的帽衫，而他们的体型和年龄都非常接近。当时仁爱巷的光线很暗，以此推断，我们有理由怀疑证人有看混2人的可能性。证人退席。辩护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被告人拘捕至今已经经历了多次的问询，但依然处在一种被追问、被误解的恐惧中。所以我们希望赵良可以公开完整的陈述案发经过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再由被告说2句。允许。赵良，向法庭把事实说清楚，相信我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巷子里走，巷子很黑，我身后突然来了3个人，把老人撞倒了，然后他们3个全都跑了。我去扶老人，
老人一把把我给抓住，等警察来了，就把我给抓了。公诉人发表意见。被告人刚才的陈述与向公安机关进行的供述并不相符，并且该陈述并不能成为证实被告人没有进行犯罪行为的证据。仅依靠被告人之前的供述，同样也无法认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。无罪需要证据，有罪同样也需要。给一个人定罪，不能太偏信有罪证据，而忽略了无罪的可能。我们要遵守法律，信仰法治。今天法庭给被告人一个说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，同时我也希望法庭可以给赵良一个公正的判决。要不是您，我们根本就说不清楚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接受采访。徐老师您好。您是？这位是梅先生向您推荐的罗英子律师。梅先生的关门弟子罗英子律师。幸会。徐老师您好。梅先生之前跟我说把我们所推荐加入到您的团队的时候，我当时还有点懵，也不太了解情况。不过刚才我在这儿看了您这个庭上的辩护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加入您的团队的话，那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您在那庭上真的说的太精彩了。关于合作的事情，除了梅先生向我推荐你们所之外，还有几个所也向我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。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，然后做出选择的。理解，那太理解了。我也是光图自己高兴了。您就先忙，我不打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等您消息。罗律师。周五我有一个如何和聋哑人沟通普法的公益活动。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有时间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看看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就跟张律师联系了。没问题。徐老师，再见。希望周五见。再见。再见，罗律师。徐律师。必须把你拿下。你是说我们有可能参与案值达10几亿的破产案件，管理人费用1000万以上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是真的，梅先生推荐了咱们，但是啊，不是咱一家做，是咱跟着人家别的团队一起做。就是说，人家吃肉，咱喝汤呗。不过呢，这喝汤也分浓淡，对吧？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？哼，咱不会是加入方力宏团队吧？要真是我可看不起你啊。不过看在条件优厚、数额巨大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。哎，怎么可能啊！老娘可是贫贱不能移。许卓的卓越所听过吗？许卓这人，谁？许卓呀，你听说过？我何止是听过呀！哎，我还上过徐老师的课呢。那我们能跟他一起工作了，是不是？秋姐，你掐我一下，是不是真的？别晃了，别晃了！哎，你至于的吗？人家还没让咱们跟他一起工作呢，而且这一次人家还要考察别的所。你的徐老师呢，只是说他考虑一下，所以你也别高兴太早。罗姐，你一定要好好争取啊！这可是许卓啊，徐老师啊，我的偶像。我说秋华他怎么了？疯了！哎呀，我现在还忘不了他上的最后一堂课。我们做个假设，如果你的邻居杀了你的母亲，你会怎么做？报警！报复！你们这些说报复的，法学院是怎么录取你们的？好，那我们就假设一下，为了报复，你去杀了他的父亲，然后他又杀了你的哥哥，
几个回合下来，杀无可杀，他呢，把你的保姆也杀了。然后保姆一家也选择了复仇。从这个案例上来讲，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？薛老师，麻烦您跟我出来一下。许卓，有人举报你涉嫌非法出版，请你和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给我几分钟，我把课讲完。一有八卦，你们都来精神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回到这个问题：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？一，惩罚罪犯；二，维护秩序。关键是第三，克制一个人去复仇的冲动，遏制冤冤相报，并且建立起一种秩序，避免个人以私利去惩罚犯罪者，而达成正义，并且要求我们必须坚守通过程序推导，在程序里贯彻的正义。只有这样，正义才能走得更远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这么说，他还真是个好老师哈。嗯，我听说他进过2次看守所呢，能好哪儿去？秋姐，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。他是进去过2次不假，但是法院每次都判的无罪。有没有罪，咱可真不知道啊。我在我看来，这个案子8字还没一撇，咱们又是刚成立的小律所，人家凭什么看上咱们呀？我劝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，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周姐，你一定要好好争取争取，求你了。不过今天我去旁听了一个他为聋哑人做的辩护，然后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这周5他要在聋人学校办一个公益活动，邀请咱们参加。我就觉得这应该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，所以咱应该去吧。那当然得去了。哎，我还能要张签名呢。秋华，你觉得呢？我对他这个人不太感冒，但是这么大的案子，咱们要是能争取下来，也是不错的。嗯，那咱就去吧啊！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乘胜追击。来来来，太好了！来了就看见3位美女，心情一下就好了。用不用这么卷呢？啊，来酒吧就好好喝酒呗，桌子上还放个电脑，讨论案情啊。至少要把法律的元首伸向谁呀？不是你从哪儿流窜出来的呀？吓人玩意儿！谁流窜出来了？我光明正大从门那走进来的，是你们做贼心虚吧？密谋什么？密谋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下桌，电脑收好。你不会是良城所派来的探子吧？来探取我们的商业机密？就你那点小破案子，谁要探听啊？别呀，我一来怎么气氛这么沉闷呢？说个有意义的事儿啊！周5我要去养老院做义工，如此有正能量的事儿，3位美女不能拒绝吧？一起去吧。义工，无利不起早。哎，你不会是看上人养老院哪个有钱老太太了吧？想惦记人家的养老金啊？对我的印象怎么如此刻板呢？啊，不行你就跟我去看看，看看我是不是惦记人家养老金。咱用事实说话行不行？你惦记不惦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我们也不感兴趣，周5还有事儿。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们去许哲老师那个。你已经说出来了，许卓嘛，哪个许卓呀？是不是我认识那个？就什么会2门语言，除了汉语还来一个那个。是他啊，就他。陈叔，你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的样子啊，什么气度呀？我怎么了？再说这酒吧这么大，你就非得坐我们旁边啊？喜欢坐这儿。你赶紧换个地儿坐。说变脸就变脸，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法官，你们都是这学法律律师法官。慢走不错。秋丽，哎，拜拜。这结了婚了还是一张扑克脸。
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不吓人玩意儿吗？得不辱使命啊！哎，一杯 whisky。好的，定了啊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还说啊，你该说说这徐老师。徐老师是我见过最有智慧、最有正义感的男人。小点声。然后，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，我都是第一个到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徐老师每次会早到很多，我要是第一个到呢，我就能跟徐老师多聊两句天，可以问他几个问题。聊徐老师。唉，徐老师真是有风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了。徐老师。罗律师，谢谢你们。您客气，我跟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邱华，邱律师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。你好，邱律师你好，也是袁先生的学生。哦，我不是。这位是徐老师，我是夏舒，我上过您的课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好。我能跟您合张影吗？还是夏舒你？没问题，来吧。拍下，我拍不好，你给他拍吧。我也不会使，这怎么用啊？点这。啊，好了，来，小舒回来吧。哎，徐老师，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万和的这个案子，您看您现在方便吗？没问题，那边聊吧。啊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你一会儿给我签张名吧。关于这个案子，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我们势在必得。他们其他参与竞争的几个所跟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，万一我们败了，那真的是我们的耻辱。我看过其他几个所，确实啊，和我们形不成竞争。但有一个人呐，不可小觑啊。你说的许卓？许卓的卓越所虽然比较小，但是他本人我们是了解的，杀伐决断，毫不留情。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，本案的执行法官曾经主持过他第2个案子的审理，亲自判过他无罪。当然了，我们没有证据说因此这位法官就会偏袒他，但肯定对他印象深刻。这么大一个案子，咱们所要是吃下去的话，那别的案子还办不办了？要不咱就拉着许卓的卓越所联合参与竞争选任呗。坚决不考虑。这一次的竞标，我们一定要打败所有的对手，不光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案值大，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么就不参与，要参与必须赢。这一次呢，还是有陶正来组这个班子。陶正律师，所里的全部律师，由你调遣，没有条件可讲。好。徐老师，这是我们曾经办的几个案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专利诉讼案，涉及到2位三通电磁阀等非常专业的知识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跟邱华邱律师，我们对电器元件这方面知识是完全一窍不通的。不过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还是得到了这个案子。我的意思其实想说，关于破产方面的案子，我们确实也没做过，但是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，是吧，邱华？对。我们从良成所出来以后，专利案的董总来找过我们几趟，一直想把委托从良成所拿出来交给我们继续做，也请您相信我们的能力。我不怀疑你们的能力，但做管理人，尤其像万和这种大公司的破产管理人，这过程很复杂、很艰苦。对于选择合作伙伴，我们必须慎重考虑。我得为各方的权利负责。特别理解，我们所呢很年轻，虽然还没有管理人的资质，但是如果徐老师您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跟您多学习，那我们也愿意出让一部分利益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徐老师那边的采访准备好了。你们的意思呢，我已经了解了，不管最终什么结果，我会尽快的通知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见。谢谢你们的来。徐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徐老师再见。那走吧，走吧。你这皮还要吗？那要啊，这创业阶段都是花钱的。你还知道是创业阶段呀？创业阶段你还要给人家让利？哎呀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娃了。夏叔，你眼睛长人身上了。坐。但最终还是为你俩人发声，为你俩人普法。那还没上映呢。上映。聊得挺好，然后要看电影一起，确实。他们挺艳丽的，今天不行啊，可以。对，
那个大道会计师事务所合同到了没？嗯，我看了那合同，委托费还挺多的，第一笔要付70%呢。这不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吗？这肯定是比老韩介绍那不靠谱的公司强啊！韩律师，1分钱也不掏。哎呀，这钱永远都赚不完，年轻人要那么计较吗？再说了，你以为所里边派韩律师过来，真是跟我一起代理这案子？那你还跟他玩？玩？为什么不玩啊？韩律师多有趣儿，我喜欢他，跟他在一起有乐子。全都是合伙人啊！开什么会呢？不知道。一问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跟人在那聊天儿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是好事就是好政。咱们所这么搞，早晚得完。案子没分你，也没分你啊。哎，律师，你这有名山的案子，20%，那大气点行不行？你那也是画大饼，看得见吃不着。你看看能不能吃得着？哼，哎，好久没好好聊过天了，找空喝一顿吗？我这不是看陈律师刚接了大案子吗？我怕耽误到您。您现在都这身份了。哎，我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你捧杀我呀你？我是说，现在再去大排档不合适。那你就是想去好地儿呗？你点行不行？我去，就这笑。哎，刚刚我看那么多合伙人，全呱呱就这么下来了，开什么会议呢？你不知道？我刚回来。咱们所要竞争一个大案子，万和集团的破产清算案。废柴呀，那是，那肯定很多律所都惦记着呢。所以啊，今天咱们所所有有能力的合伙人都来了。哦。但据我的打听，能跟咱们所称得上的对手，只有一个，卓越所。其他的都是没跑，没戏。哎，这你就不懂。一般这种情况呢，很多小律所就是联合起来竞争选任，其实蛮有竞争力的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所？卓越所。卓越所。他们的老板叫许卓。我们去许哲老师那个。哦，听说进去过2次啊。还离了3次婚，不能吧？全行业都知道。哎，哥，咱什么时候吃去？你安排，我掏钱啊。这案子我查了，现在有好几家律所都在竞争，卓越所只是其中一家，而且还是最小的一家。卓越所还小啊？所以我猜这也是他们想请外援的原因。还有一家律所。你太熟悉了，那我太熟悉了，那你们肯定也都熟悉吧？瞎说谁啊？梁成所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。就算许卓想用咱们，咱们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别人。反正咱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，尽人事听天命吧。那咱们还是得再争取争取啊！我这今天签名都没要到。夏叔。夏律师，你能不能有一点做律师的样子？今天我要是不拦着你，都要生扑人家了。人家有家有室的，你合适吗？哎，你别乱说啊！徐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单身。啊，这么大岁数了还单着呢？结果，就是离了，准确来说呢是离了3次。哟，3次啊，够钱呢。那离1次给分多少啊？渣男，海王八。海王八还行，不是，海王八不是啊！你们听我说，我在新闻上看到的，这个徐老师呢，之前有过3任太太，这前2任呢都是他在进看守所的时候跟他提出了离婚，人徐老师出来以后对2位前妻毫无抱怨，而且东山再起之后还给前妻进行了经济上的补偿和资助，说是为了弥补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受到过的惊吓和伤害。2位太太每每提起徐老师，也是各种的留恋和遗憾。遗憾呐，我看来没分够钱啊。后来呢，他有了第3位太太，也是很美满的。那不最后还是离了吗？他对第3位太太也表达了祝福和道歉，说是跟他在一起受苦了，不要太痴情哦。你怕不是对痴情有什么误解吧？那反正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罗姐，一会儿前面那个路口把我放下来呗，我约了个朋友。
朋友啊，女朋友还是女性长辈？我也没说是男的呀。看来不是男朋友的话，我们也对你表示遗憾，不舍。我才不需要男人呢，还是嫩了，瞎说啊！这话说早了。找我。那个万和的案子你怎么看？不是说过吗？势在必得。目前参加竞争的律所当中，许卓的卓越所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再加上主持的法官就是当年判他第2个案子无罪的那个法官，从印象上来说，肯定比我们要好，要深刻。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。他们所毕竟小，吃不下那么大案子。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找外援来扩大他的团队。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从开始就要想办法，把许卓的团队、他的律所排除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外。怎么可能？法院是公开报名的，那人家要报名，咱怎么拦？意思就是说，法院已经发了公告，主持的法官换不了了呗？当然。其实，当年的这个主持法官判许卓第2个案子无罪的时候啊，争议还是挺大的。到现在提起来啊，大家有的还挺愤愤不平的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想想办法吧。现在你也知道，法院对这个廉政建设抓的还是挺严的。我相信法官也知道怎么避嫌，是吧？徐老师，方圆所的条件真是太过分了，他们的规模是比咱们大，在利益上，我觉得可以适当让步，但他们不能逼您把管理团队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。徐老师，在这件事上，您千万不能让步。我们可以说，法院的竞争选任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换人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所那个姜律师的性格，您是知道的，不是甘居人下的人，一旦选了他，不一定摆出来什么架子的。要不，我们找伟鹏所再谈谈。找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？哦，仗着还有其他所，找他们上来就跟咱们要60%的分成，这不明显没给徐老师面子。方圆所、伟鹏所都不行，那我们还能找谁谈呢？小张，帮我去查一些案子的资料，就是罗英泽、肖华办过的所有案子，尽量详细。好，我回去就找。啊，我刚到这门口，右边。夏叔，来。张楠姐，哎呦，好久不见您了。你还好吗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没多久。哎，你都变样了，都成熟了。快，先坐下。谢谢。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前几天提起公诉了，律师说，可能要判10年以上。我就是学法律的，法条背得滚瓜烂熟。我爸出了事儿，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。把你父亲的案子交给最有能力的律师去处理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也踏实多了。张兰姐，您这次回国是？我是回来探亲的，毕竟我父母年纪大了，所以只有我往回跑。我今天找你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家呢和新城矿业集团的郝总是世交，我在他们公司有股份，出国前呢我变卖了一部分，现在手里还剩2%，就算是他们公司的小股东吧。今天找你来呢，是因为郝总的儿子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。谢谢你。他遇到什么问题了？
郝总呢有个儿子叫郝磊，跟你差不多，只不过不同的是，他的父亲是个商人，有一个矿山，还有一个矿业机械厂，就算是个富豪吧。这郝磊呢，因为是个富二代，所以就特别贪玩，不好好学习。后来他父亲就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了。那确实跟我有点像。我们两家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。郝磊呢，也是我从小看大的，所以他出国以后呢，他父亲就把他托付给了我，住在我们家里。他这些年在国外啊，过得特别的潇洒。我想大概率他会混一辈子吧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父亲突然去世了。回来了，小磊。你爸走得很突然，我没受什么罪，走得很安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郝磊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。他大伯和三叔就已经对他的命运做出了安排。郝总死了以后，2个兄弟想抢班夺权了。没错，他这2个兄弟啊，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这眼界、能力和格局都差得很多。突然间有这么一大笔资产交到他们手里，他们能没有歪心思吗？小磊啊，